现在回过头看 ，iPhone 连续几代挤牙膏，要说感知最强的更新，什么钛金属、潜望长焦都得靠边站，还得是灵动岛。虽然关于它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过，但还是获得了不少插件和主题的认可。灵动岛截图甚至还能成为一门生意，这离谱！不仅如此，连一些友商都悄悄跟进了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友商做出来的这些功能，甚至比灵动岛本岛还要有趣，简直就是在教苹果做事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灵动岛为什么有用但不够好用，顺便盘点一下安卓厂商们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。对于大部分普通消费者来说，第一次接触到灵动岛，应该是刚拿到手机录入 Face ID 的时候，它会弹出来一个超级大的框。我去，这框真帅吧！光看外在，灵动岛其实就是围着药丸的各种弹窗。没那么简单。它之所以叫灵动岛，就是因为它的动画特别带感，简直和那个猫猫一样丝滑。补充一个小细节啊，我先点开这个录制键，然后你在通话或者说是录音的时候，它这个动画呢是实时渲染的。我讲话的时候呢是比较抑扬顿挫的，它这个就会跟着我的去变化。荣耀这边呢，它就是重复播放预设的这个动画，就感觉我的灵魂。这就是灵动岛的基础功能，告诉你的系统状态发生了改变，或者是和隐私相关的硬件被调用。但如果只是多了点动画的系统提醒，那灵动岛还是有点鸡肋。所以苹果给它分配了一个更加重量级的任务——实时活动。App 只要按时推送信息就可以了，可是用户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，比如说点外卖、看导航、坐高铁、乘飞机，这些活动有确定的开头和结尾，但中间的过程是不确定的。不看他们吧，总害怕自己漏 timing。一直盯着吧，又有点刻意了。这时候灵动岛就能显示他们的实时状态了。可能有手持安卓的小伙伴不服了，不是早就有分屏小窗了吗？看起来功能也差不多啊，你这灵动岛强在哪儿了？其实他们的占地面积、呼出的逻辑完全不一样，所以适用的场景也不一样。现在2年的时间过去了，各种花里胡哨的 app 都能上岛了，这也是我觉得灵动岛的另外一个优势，超级广泛的第三方支持。大部分国产厂商针对不同的场景，只会挑1-2个软件去适配，就比如说小米的焦点通知，它在设置里面默认开启，而且只要是个 app 都能开，但其实绝大部分开关都是摆设。我从首发用到现在，支持的第三方 app 只有3个。绝对不会期待比本的期待。蓝厂的原子通知也是个重量级，它的出现比灵动岛还要早，应用下载进度这些功能也都是遥遥领先。但它首发的时候居然不能显示外卖的进度，直到今年4月份才开始支持，简直像我的大学生活一样，起了个早吧，赶不上晚自习。这里面华为相对来说做得最好，因为入局比较早，再加上鸿蒙在开发者那边号召力也比较强，所以实况窗的完成度还挺高的。其他友商连 app 单独适配都没有玩明白呢，华为这边吃喝住行已经全包了，就连一些支付宝小程序也做了适配。但最省心的还是苹果啊！无论这个 app 有多小众，只要它的进程符合实时活动定义，就有机会上岛。那按这个说法，苹果真就无敌了。友商这么多产品经理加起来，还打不过它吗？并没有，用过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灵动岛还真有不少槽点。在大部分情况下，它只有一长条和一条一点2种状态。假如你有好几个实时活动 ，iPhone 会直接化身霸道总裁，帮你做决定，显示他认为最重要的2个，剩下的直接被雪藏。你看啊，我现在是挂着倒计时还有外卖的，那我现在在放首歌，然后再让它上岛。啊，你这样子滑呢，它就会隐藏掉。然后你以为这样子它就能滑出来了吗？不行，你看再滑还是不行，就我的歌就直接给它吞了，就再也找不出来了。好消息是，国产厂商并没有照搬这一套诡异的逻辑，他们只借鉴了实时活动的概念，具体的形态和操作都有自己的思考。又得夸一夸华为了，实况窗平时缩在左上角，如果有多个实时活动的话，它就会变成叠放状态，只要点一下呢，就能展开所有的卡片，基本不会影响到您正在做的事情，这才是我理想中的收纳能力啊！鸿蒙对旧机型的系统维护也不用担心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尊老爱幼。比如 Mate 50 Pro 虽然是刘海，但也适配了实况窗。这时候再看看隔壁刘海机型，只有实时活动卡片，还得下拉通知栏才能看到。我当然知道，灵动岛除了内容本身，还有和硬件搭配的一整套动画，刘海是很难做适配。但是像录音通话这类的系统 App， 左上角都有胶囊形状的 UI。既然第一方能做，推广一下第三方 App， 对苹果来说应该不是很难吧？现在手机的尺寸越做越大，如果情报没错
错的话，16 Pro Max 会达到恐怖的6.9英寸，灵动岛还窝在屏幕顶上。想要操作点什么的话，手指都要练习座位体前屈，这个逆天程度仅次于左上角返回了，单手操作都救不了。荣耀的眼动追踪了解一下，你只要往上盯住一会儿，就能从2级菜单直接进入详情页，大拇指关节都得给你点赞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这种智慧感知功能好像是友商先开发的吧？要不考虑一下富城子夜？华为跟没跟进我是不知道啊，但是苹果是跟了。iOS 18里面还真有这个眼动追踪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功能是在这个辅助功能里面的，可能是因为它是 beta 的原因吧。你看它这个眼动追踪就乱跳，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打开这个停留控制，看不准，就很不好用，还是手动吧。今年的 WWDC 已经是演都不演了呀！要是苹果实在没活了，我可以给库老师出个主意，借鉴一下OE大厂呗。黑厂把文本识别整合进去了，然后管它叫流体云。如果你复制了视频或者是某宝之类的链接，顶部就会直接弹出卡片，点一下就能直接进入对应的 App。如果复制了地址，它还会给你推荐导航，省去了不少的步骤，很适合我这种懒人。蓝厂原子通知的业务就更广泛了，短信验证码、快递单号这些脏活累活都可以让它干。虽然这些功能貌似跟实时活动没有什么关系，但苹果自己在 iOS 18都有点开白。既然想要刺激，不如贯彻到底，一口气把安卓掏空，说不定 iOS 还能更好用。看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，手机系统不就是互相抄来抄去吗？应该有很多的小伙伴知道，灵动岛的形式不是苹果首创。硬要找一个前例的话，荣耀在左上角挖孔做过通话胶囊，魅族呢也有环形电量，实时活动也并不是很新鲜的概念。还记得在上古时期，那个时候黑厂有一个功能叫做闪回窗，他们甚至考虑到打游戏等待复活的时候切出去容易忘记时间，队友直接问候你全家。这个时候呢，把游戏挂在后台，系统会用气泡提醒你还有多久复活。后来这个功能被过路的友商学了过去 ，OPPO 自己却把它删了，我不理解。这也是过去国产安卓厂商的缩影，他们的脑子里面有一堆的创意，但总是各自为战。苹果总是会把现有的功能排列组合，做得更加系统、更加完善。灵动岛还有之前的桌面小组件都是很好的例子。不过这种情况也在逐渐改变，我们有了跨品牌的互传联盟，融合快充协议。谷歌也在推动统一的 Ultra HDR 标准。安卓阵营还是有大大小小的品牌，但他们在逐渐统一规范。与此同时，各家的产品思路越来越清晰，在影像和生态互联上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不是做着做着就半途而废了。我想这样才能避免重复造轮子，把精力花在更有意义的创新上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